蓝忘机拍了2块姜丢进锅里，板着脸说：“是也不是。”啊，莫非你知道我那晚会把车停在那里？魏无羡惊讶道。都说有天眼系统，难不成蓝忘机一直盯着他？不是，也是，你也不知道犯罪分子会在那里出现啊。魏无羡了解蓝忘机的为人，对方绝对不会放任杀人事件发生。那我的车其实不用扣的，对不对？蓝忘机皱着眉头说：“不是，蓝忘机才不会滥用职权。”魏无羡有些纳闷，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呢？犯罪的事情不能预测，你按规矩扣我的车，我肯定会上门来找你，这应该只是巧合才对，因为你那时也不知道那辆车是我的。没错，我之前来警察局找人的时候压根不会碰到你，因为副队长办公室都在楼上，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找到的。我也不知道这件案子是你负责。蓝忘机没理他，自顾自地将过了水的排骨捞出，重新准备干净的水烧开炖排骨。但是我后面找到你办公室了。魏无羡忽然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那人叫我直接来找副队长，普通人应该不会有这种待遇的吧？蓝忘机耳朵肉眼可见的红了。警察同志的办公室不能随意进出，而且住所也是保密的吧？魏无羡眨眨眼睛，刑侦队副队长能被我这种小记者跟踪到家，想想也是不大可能的。蓝忘机将藕倒进锅里，盖上盖子，说：“出去吧。你知道我会跟踪你。”魏无羡笑嘻嘻地跟在后面，但是你故意让我找到这里。蓝忘机没有否认。魏无羡一见有戏，2步跨到前面挡住蓝忘机的去路。原来是放长线钓大鱼呢。魏无羡抱住蓝忘机的腰抬头看他，不过你不应该这么轻易放过我的，你应该把我骗进你家里，铐起来就地正法个3天3夜，我就不会再离开你了，哈哈。是吗？蓝忘机用手捏了捏魏无羡的后腰，这人立刻就软在了怀里。魏无羡的声音也变得腻腻歪歪：“蓝湛，要是我没来找你怎么办？”“我会来找你。”蓝忘机认真地说，“请你前来录口供，上门调查取证，履行取车手续，多的是法子利用正当手段来制造相遇的契机。不过，唯独这场疫情没在意料之中。好可怕呀，蓝湛，你高中那时要有这一半的心思。咱俩早就喜结连理，小蓝宝宝都满地跑了。”魏无羡又开始口无遮拦起来。现在也不晚。蓝忘机顺着他的话，将人抱着往沙发上带。喂，我又不能生。魏无羡连忙说道。昨晚才被折腾到半夜，今天下午还要去做志愿者，魏无羡的体力有些跟不上了。是。蓝忘机低声说。可是锅里，魏无羡心心念念着莲藕排骨汤。我会注意时间。蓝忘机说完便堵住魏无羡的嘴。也不知蓝忘机怎么跟蓝启仁说的，对方似乎也认可了2人的关系。蓝曦臣打来电话时，魏无羡正在搬运物资。放心，叔父并不是想反对，只是想知道你对忘机的心意如何。蓝曦臣在电话里说道，感情本来就是2个人的事情，不必想太多。魏无羡靠在一大筐土豆上面，谢谢蓝大哥，这样我就不紧张了。讲完电话，魏无羡顺手打开直播，把手机放在一旁，继续清点物资。2边家长都搞定了，警察同志终于是我的人了，哈哈。魏无羡忍不住开怀大笑，突然有点期待解封了，好想和蓝湛一起出去玩。虽然一起待在家里也不错啦，但是我打算和蓝湛一起回以前读书的学校看看，因为蓝湛那时候就喜欢我了。天哪，我好开心，不知为何，总感觉有点泪目。老祖好幸福，很羡慕，但也很祝福了。老祖和警察同志一定好好的，终于走到一起了，不容易啊，这2个人。老粉含泪祝福警察同志很好，老祖也很好。在弹幕里泪奔，镜头里另一个大白走了进来，魏无羡蹦蹦跳跳走过去，即使隔着防护服，2人也忍不住拥抱在了一起。魏无羡和蓝忘机每天都会下楼做志愿者，几日没有新增病例后，已经不用上门送物资了。小区居民也记住了这个叫夷陵老祖的热心志愿者，那一双漂亮的挑花眼很好认，而且总是和那位流离色眼眸帅气少话的男人一起出现。虽然在业主群团够闹了不少笑话，但也给大家的隔离生活带来了欢乐。薛洋也被查了，不仅是他，
背后的几家趁着疫情卖假货的黑心企业也被顺藤摸瓜找了出来。最近正是抓典型的时候，下一步估计要面临严重的惩处。魏无羡的隔离专栏报道也大获成功，不仅受到业界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，也收到很多读者反馈。总编也开心，这种具有话题性的专栏让报社再次名声大噪，脸上倍有面子。